你妈的！上辈子快嘎钱，我向天道许了转世心愿，可在睁眼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还在吃奶的女娃娃。我堂堂一代最强魔尊，就这么水灵灵的被耍了。此时，我正被一个自称爹爹的男人抱在怀里，娘亲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家囡囡将来定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儿。美人，谁要变成美人？而等爹娘走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探查这具身体的资质，毕竟前世身为最强魔尊，哪怕转世成为了女娃娃，体内没点修为可不行。好在担心是多余的，我上辈子灵魔双修的基础还在。我刚想运转灵力和魔气试试，没想到娘亲杀了个回马枪，我反应极快，可还是被她瞥见了飘在半空的衣角。这孩子刚才是不是飘了？我立马放声大哭，装出受了惊吓的样子。娘亲果然以为是错觉，没再多问。然而下一刻，屋外就传来噩耗，魔纹兽攻城了。娘亲吓得脸色惨白，抱着我撒丫子就往密室跑，我却莫名激动起来。来吧，这些妖兽迟早都是我修行路上的垫脚石。等到了密室，我才发现这里早已躲着3个人，是姨母带着我表哥苏笑和表妹苏瑶。看样子我们家是修仙界的名门旁支，可眼下面对魔纹兽，一拖三的母亲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寄希望于宗门大能击退强敌。我悄悄观察，发现2只魔纹兽的颜色不同，实力也有差距，感受到它们体内澎湃的魔气，我差点笑出声。这魔气对别人来说是威胁，可对我来说可是大补。我激动的想去一决胜负，可在其他人眼中都以为我是被吓傻了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还是个娃娃。表哥苏笑想冲出去，却被姨母拦住。你是天灵根，是家族的希望，不容有失。娘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怎能苟且偷生？可话音刚落，密室的门就被轰然撞碎，一只魔纹兽闯了进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大家。娘亲把我和表妹往表哥怀里一推，我来拖延时间，你们快跑！可苏笑却放下我们，挡在了娘亲身前。只可惜苏笑现在还是太嫩，没几招他就和娘亲一起被打晕在地。而就在这生死关头，我慢悠悠爬了出来。临终前，我向天道许了转世心愿，可在睁眼，我一代魔尊竟变成吃奶女娃，妖兽袭城，无人能挡。危急关头，我只能挺身而出，爬了出来。没错，我就是爬出来的。别看我是婴儿身，前世今生底子远超常人。魔纹兽怒吼着朝我扑来，我眼神一凛，随即抬手一记灵力弹，魔纹兽直接化为飞灰。突然，旁边传来一声惊呼，我转头一瞧，苏笑不知何时醒了，正捂着胸口，瞪大了双眼。不过下一秒又晕了过去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等他醒了，估计会以为是长梦吧。那天之后，所有人都以为是苏笑击退了魔纹兽。不过这正中我下怀，扮猪吃老虎。没人会想到我一个婴儿能有如此实力，灵魔双修才是我纵横修仙界的专长。一晃8年过去，我考进了宗门，还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，每天对着镜子发呆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一想到以后会成为绝世美人儿，我就更加兴奋。前世我一直想要个这样的女儿，奈何每日沉迷修炼越级战斗，没有机会。如今也勉强算是圆梦了，只是我每天孤芳自赏，落在别人眼里就成了自恋。娘亲为此头疼不已，姨母却笑着说：“这么可爱，被自己迷倒很正常。”这天宗门举办事件大会，说是为了提升新弟子，还特意喊来了内门弟子一起切磋。这其中就有长老的儿子赵大，此人看着唯唯诺诺，实则却嚣张得很。15岁的年纪，却练就一身阴损打法，内门的人个个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而我却一眼看穿了其中猫腻。这家伙是偷偷使了能让对手灵力滞缓的迷魂术，这才能屡战屡胜。剑宗里一群只知道修道练剑的伪光正派，哪里看得出这种邪魔外道？但搁我面前玩阴的，这小子还太嫩了。偌大的内门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？狂妄，下手如此狠毒，这同门情谊于何地？面对赵大的嚣张，表妹苏瑶气得直跺脚，赵大却站在斗舞台上不屑一顾。这家伙和苏笑都是15岁，但却领悟了15岁难以领悟的装杯技巧。从这种层面来说，赵大确实是个天才。就在此时，赵大一剑朝苏瑶刺去，我身形一闪，仅用2指便稳稳接住了剑身。苏笑见妹妹被偷袭，刚想上前理论，赵大却更嚣张了，手下败将也配插嘴？还有你这小妞也敢来送死？明明是长老请内门弟子过来给新弟子树立榜样的，现在台上却变成了他赵大一人的独角戏。苏笑还想要出手，我却一把拉住了他。哥，别直视他的眼睛。我本是一代最强老登，却意外转生成了一个小女娃。本着扮猪吃老虎的原则，我低调行事了8年，却不料在宗门大比上竟被炮灰看不起，找起了麻烦。表哥苏笑要替我和表妹出头，我连忙一把拉住了他。哥，别直视赵大的眼睛。其实避开迷魂术的方法很简单，只要不看就行。苏笑虽疑惑，但还是照我说的做了。战斗一开始，苏笑就只盯着赵大的脚下，他本就是个剑术天才，光凭脚步也能判断赵大的行动轨迹。如今不受迷魂术影响，赵大瞬间没了招架之力。可没想到赵大竟使用暗器，单纯耿直的苏笑一个没注意便中了招，赵大立刻抓住机会反击，不仅赢了比赛，还不忘贴脸嘲讽。大名鼎鼎的天灵根也不过如此。全场一时间鸦雀无声，无人再敢出头，我只好缓步上前，意见直指赵大。我来陪你玩玩。我以为自己威风凛凛，可显然如今这副样子实在没什么说服力。赵大嗤笑一声：“小毛孩，回家喝奶去吧。”对他来说，打我这个小丫头只会被骂胜之不武，属实亏了。我早有所料，冷笑着靠近他耳边低语：“你也不想你使用邪术的事被曝光吧？还请师兄赐教。”
道。臭丫头，是你逼我的，输了可别哭。赵大脸色大变，虽然还在嘴硬，但我话说这份上，他只能应战。战斗一打响，赵大就使出了迷魂术，我站在原地闭上眼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吓傻了。可事实上，这些攻击我只需抬指就可抹去，但这太无聊了。于是就在剑光即将刺中我的那一瞬，我终于动了，手腕一翻，一个漂亮的剑花扫过，对方扑天的剑气瞬间消失殆尽。众目睽睽下，我仅凭最纯粹的剑术基础就秒了赵大。我娴熟的架势让众人呆愣当场，最惊讶的莫过我的爹娘，他们平日里可没见过我练剑。赵大彻底慌了，看向我的眼神仿佛怀疑人生。他攻击越来越猛烈，却全程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最终我不耐烦的一脚将他踹倒在地，他再也爬不起来，只好认输赔罪。这下子全场哗然，我看着台下优雅的拱了拱手，为这场天才秀行了个谢幕礼，心里不禁畅想：我龙傲天回来了。我本是一代最强老登，却意外转生成了一个小女娃。为了扮猪吃老虎，我煞费苦心，但因一场宗门比试暴露了剑术天赋。好在我全程隐匿修为，连后来宗门对我进行灵根2测时，都立足了武灵根太杂，无法精进的废柴人设。众人嘲笑我是个只会耍剑的傻子，我却乐得潜心修炼，不被打扰。可这样的宁静日子还是被打破了，只因有人居然要纳我做妾。15岁这年，我已长成窈窕淑女，表妹苏瑶却依旧平平无奇。每当和我站在一起，她都说自己像是个陪衬的绿叶，可我只是笑笑。只有我知道，有时候美貌对一个人族女子来说未必是好事。今晚我们来参加一场特殊的晚宴，其特殊之处便在于，听说这次竟有仙族出席。世界最早被混沌之气一分为二，仙族居上界，人族居下界，两界相交的界门生有妖兽魔物，会不定期形成兽潮，为祸人间。而凡人修仙意图漫漫，之所以能不受侵害，就是因为仙族提供了功法和灵气与之交换，人族则提供大量资源作为回报。但仙族很少亲临下界，这次参加晚宴倒是稀奇。就在我琢磨背后深意时，却突然感到气氛不对，因为整个晚宴的人好像都在盯着我瞧，都是漂亮惹的祸啊！我连忙让苏瑶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，尤其是那些不怀好意的臭小子。突然，人群一阵骚动。表姐，仙族使者来了。哎，怎么有点眼熟？我竟不知表妹还去过上界，见过仙人呢。我抬眼看去，就见一个家伙迈着4方步走了过来。我突然笑出声来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还真是老熟人啊。我本是一代最强老登，却意外转生成了一个小女娃。15年来，本想扮猪吃老虎，清清静静修炼，谁知竟有人非要纳我做妾。晚宴上来的这位仙族使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幼年时被我打败的赵大。不知怎么摇身一变，竟成了仙族。几年不见，他这装备的功夫见长了。虽然不知道赵大怎么连种族都变了，但他额头的仙痕却是实证。人族入仙级，估计是赵长老把这些年从宗门里贪图的油水都贡献，买来这么个位置。虽然付出了全部财产，但非常划算。在仙族眼里，凡人就是蝼蚁。果然还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听到赵大在这大放厥词，我完全不感兴趣，心里只有对修仙晋级、重回巅峰的向往。但赵大却说得来劲，许久不见，你这个小丫头倒是长得越发水灵了。你一个废柴，还有什么修仙的必要？不如从了我，还算有些价值。在赵大的眼里，他当年会输给我，完全是场意外。我一个只会耍剑的废物，怎么能和他相比？就在火药味正浓时，表哥的好友许杰却突然站出来解围。有新鲜事儿，妹子要不要去瞧瞧？难道说是有什么灵气降世？没错，灵气达到一定层次就可以化为人形。我实在好奇，立刻不再与赵大计较，请许杰带路，毕竟不好辜负他的一番好心。要知道，仙族与人族的交易看似平等，可实则对方一直掌握着下界凡人的命脉。如今大部分高品灵气只有仙族能够制造，修仙者若无强大灵气辅助，体内灵力也难以得到完全发挥。所以啊，有时还是讨仙族开心比较好。许杰拿自己为例，说自己甚至可以为此忍辱负重。此言一出，我还没什么反应，一旁的苏瑶却忍不住了。如你这般的首席弟子，乃是大家修行的榜样。如果有能力的人都这样，这世道还让普通人如何自处？闻言，许杰只能尴尬一笑，用开玩笑敷衍了过去。而此时，我的注意力却全然不在他们身上，视线完全被不远处的美少女吸引了。原来那就是幻化人性的究极灵气，名字叫灵儿。许杰开始介绍我和苏瑶，不料刚说到我是苏笑的妹妹，他就结结实实挨了灵儿一巴掌。这一幕属实打得众人措手不及。就在想着许杰做错了什么的时候，突然大厅里却传来了一阵惊呼，居然有接待仙族的女弟子遇害了。我本是一代最强老登，却意外转生成了一个小女娃。本想扮猪吃老虎，清清静静参加个晚宴，谁知竟冤家路窄，遇上了个不做人事的祸害。女弟子的离世是赵大干的，他不仅毫无悔意，还十分果断地承认了。谁让他这么不识好歹？原来赵大想让接待的女弟子侍寝，可没想到对方居然敢拒绝，他二话不说就给刀了。其罪名是招待仙族不周。许杰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来劝劝你门内弟子识相点。就在众人左看右看，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我站了出来。我自然不是什么圣母，只是按赵大这睚眦必报的性子，又是那一家的仇，他不可能不报。与其被动躲避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赵大，我真是看不惯你这欺男霸女的样子。哼，别以为你赢了我一次就可以对我指指点点。
脸了。现在我命令你给我侍寝。好啊，想让我跟你走可以，但不许伤害我的家人。成交，一会儿记得洗干净，去房里。赵大万万没想到我这么痛快答应，感觉自己连走路都洋溢着种轻飘飘的快感。我盯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眼冒寒光。而在简单梳洗打扮后，我如约来到了赵大的府邸门前。不用想，我都知道他脑子里塞的是什么。我咬着后槽牙，今晚我就要让他知道谁才是爷。然而还没等我进去，灵儿竟然出现了。快逃吧，你是苏笑的妹妹，我不能让你受此折辱。女孩子要好好爱惜自己，之后的事我会负责。真不知道表哥和这灵儿到底什么关系，只是我今晚定要辜负他这番好意了。见我依旧冥顽不灵，灵儿打算直接用武力强行把我打晕带走。什么？你要和我比试？我立刻兴奋起来，自转身后，我一直没机会与真正的强者一战，现下正是绝佳的好机会。事不宜迟，出手吧。闻言，灵儿直接就是一愣，估计是觉得我脑子不好，本来还想收着力气，怕伤到我，谁知我一个抬手就给他掀飞了。你明明是个武林根无法精进的废柴，怎么会这么强？我没解释，动作越来越快，几招下来，我越打越兴奋，完全颠覆了灵儿的认知。别停，我只是个弱女子，快放马过来。听到我的催促，灵儿却反而不想再打了，这让我瞬间沮丧。哪有打架打一半的？我当即就跪求灵儿继续打我，但灵儿却信念坚定的收剑了。是我莽撞了，你很强，不需要我的保护。你不是想去侍寝吗？想去就快去吧。他不再阻拦，我却悔恨不已，早知道就收着点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道雷电忽然劈了下来，目标赫然就是远处的灵儿。他猝不及防被命中，幸好伤不致命。灵儿看着术法的留痕，瞬间皱紧眉头。许杰，背后阴人算什么英雄？快给我滚出来！伴随一阵轻快的脚步声，一道人影从身后的小树林里走了出来。哎呀，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呢。我震惊回头，许师兄，这家伙原来是反派，来人正是许杰。此时他正笑眼盈盈地看着我，还向我保证别怕，我是不会让仙族伤害你的。原来许杰早已叛离宗门，改入灭仙门。正如其名，这是个意图反抗仙族的游击组织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夺走被仙族垄断的功法和灵气制造，从而让人族在兽潮来临之际也能拥有自保之力，届时再也无需向仙族匍匐作小。而此行许杰的目的除了救我，再就是吸纳灵儿这个顶级灵气。你们可愿和我一同加入灭仙教？呸，说得好听，谁知道你们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灵儿一边狠狠地唾骂着，一边将我往后拉，像是对许杰的信口雌黄很是不耻。我自然也拒绝了许杰的邀请，原因很简单，只因这样我就有正经理由能和许杰打一架了。可当我把这话说出口，空气似乎都沉寂了几秒，他们都没想到这么个如花美少女背地里竟是个修仙战斗狂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许杰也只能接受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许杰手里有不少上品灵气，其中蕴含无穷威力，关键时刻还会自爆，务必要小心。然而灵儿终究是白提醒了，他话音刚落，我就冲上去一套又一套剑法猛猛刺去。果不其然，在我的穷追猛打之下，灵气开始自爆，灵儿紧张的心都快跳出肺腑。可没想到，等烟雾散去后，我不仅毫发无伤，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。啊，这次可算是打爽了。我惬意地伸了个懒腰，然而一道魔音瞬间入耳。谁让你去近战啊？我的意思是让你远程攻击啊！灵儿崩溃的在原地哀嚎，我只好尴尬的表示歉意。但我这样更快，仅仅只花了2秒半，那些宝贵的不行的仙兵灵气就成了一堆破铜烂铁。接下来就该轮到许杰了。见到我这般轻松，作为对手的许杰半天回不过神。一个小丫头为何实力如此逆天？她觉得我定是吃了什么丹药，虽可以短暂提升实力，但这种状态肯定无法维持太久。虽然许杰只是瞎猜，但过程错误，结果正确。这副10几岁躯壳确实限制了我体内的力量。许杰这是打定主意要和我玩持久战，他还想继续召唤灵气，不料却被我一个飞脚打断。都知道你是法师了，怎么可能还让你继续？我飞身上前，一脚就对准许杰身下某处要害，把他踹得找不到北，不给他一点还手的机会。但就在我刚结束战斗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表妹苏瑶突然从赵大的府中冲出，在他身后还紧跟着一只魔纹兽。我来不及多想，立刻100米冲刺到魔纹兽面前，直接一拳将他暂时击退，而后便询问起苏瑶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原来表妹是担心我出事，才打算先偷偷去训斥赵大一顿。可没想到刚潜入进去，他就发现对方一副浑身疼痛的样子，紧接着好好的人竟变成了魔纹兽，人族转化成妖兽的情况闻所未闻。而这时半残的许杰却露出得意的笑容。灭仙门特地从剑门禁地采取妖兽精血凝成秘药，虽然对人族没用，但仙族喝了却会变成魔兽。原来是他干的。许杰不再多言，趁乱要逃，而我再没有闲工夫管许杰。当务之急是先解决赵大，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击秒杀。只是我虽然有个实力强悍的大招，但在这里使用却会波及到其他人安危，除非把魔纹兽弄到无人之处。可我刚想行动，宗主却带着一众支援的弟子赶了过来，我无意当众暴露实力，于是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。我迅速牵起灵儿的手，拽着她躲过魔纹兽的攻击。下一秒，我便趁乱在空中和她一起全力朝魔纹兽踢去。魔纹兽被顺利踢出了城墙外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我便围着灵儿一顿吹跑，紧接着就拉着她离场，直奔城外。一顿操作行云流水，灵儿一脸好奇：你刚刚为什么要把功劳全推到我身上？我一个武林根还这么强，被别人知道肯定会引发混乱的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我其实心里想的是，他们根本不懂扮猪吃老虎的快乐。
没办法，这位修仙者超强，却过分谨慎。眼见四周再无旁人，我也不再藏拙，直接一个蓄力把魔纹兽秒得渣都不剩。这次事件后，所有功劳自然是算到了灵儿头上。我乐得自在，又快乐地度过了4年的平静生活。转眼便来到了18岁，我和苏瑶已经到了下山历练的年纪，是时候大展身手了。第一次下山历练，我和表妹被派去流宫宗交流学习，路途遥远，可没想到刚出门不到10天，我们的盘缠就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只因我和苏瑶每天赶路实在太累，一天能吃8顿，眼见连最后一个子儿都要用尽，我们只能在途经的镇上接了些除妖的委托。镇长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欢迎，一口一个大师，亲切地喊着。为了攒路费，第2日我便和苏瑶来到被妖兽侵占的区域。我将神识放出，稍作估算，发现这个小镇方圆30里，少说也藏着100来只妖物。难怪那个镇长对我们那么殷勤。好在于我而言都是杂鱼，被妖兽团团包围下，我打算放个大招，直接扫荡清空。然而不出意料，还是发生了意外。我口中术法才念到一半，就被人打断。一个红发少女从天而降，都退下，让我来。怎么回事？还有抢怪的呢？我2眼瞪了过去，却意外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。这灵力波动竟和灵儿一样，是神品灵气化人，能遇见和灵儿一样的气灵天花板。我的战斗之魂又熊熊燃烧起来，我提起剑就冲上去刺。红毛还以为我是哪里来的炮灰，然而我一剑便挑断了他的一截长发，还并未使出全力，只为能挑起对方战意。果不其然，头发是每个女孩子最为重要的宝藏。下一秒，红毛就陷入了狂暴状态，手持一柄长枪，狠狠朝我袭来。小贼，受死！红毛少女对我杀招百出，却被我用反复横跳的矫健的身法完美闪避。这怎么可能？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进一步加快了刺枪的速度。然而她刺我躲，我躲她刺，直至我不断拉近距离，一个闪现到她面前，一记猛拳就直接捶了过去。红毛少女反应过来时已晚，竟结结实实挨了我一拳。我心头一颤，刚刚那一拳我不小心用了2.5%的实力，但所幸对手没有嘎。神品气灵果然名不虚传，红毛少女被迫退至墙角。你到底为什么要阻止我杀妖兽？这群怪可是我先看上的好吗？是我的。我这副如同菜市场挑肉般的表情深深刺激了红毛，他深吸了口气，将长枪刺入虚空。下一秒，只见枪头居然诡异的来到了我的身边。还有这种招数？我的眼睛顿时瞪得闪亮，眼里没有对未知的恐惧，只有对新招式的向往。你完蛋了！呵，我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声闷笑。等了多久才有如此有意思一战？我热血沸腾起来，终于有了上辈子大杀四方的快感。看准机会，我迅速抓住了对面的武器，一击 KO。虽然红毛有点意思，但面对隐藏实力的我，仍不足为惧。无敌是多么寂寞！我站在悬崖边上，感受着自己睥睨天下的雄风。为什么不杀我？红毛爬起来，问出了各大话本名场面的经典句子。就在我决定按套路说出"我从不杀女人"几个大字时，苏瑶却忽然闯了进来。表妹刚清完外圈的妖兽，准备来和我会合，却没想到红毛竟然再次发难，直接眼疾手快的把表妹抓了起来当人质。放了我，否则他就完了。你要走就赶紧走，要是再敢对我表妹动手，你就真没命了。见状，我非常淡定，双手一摊，仿佛摆烂，目光却透出不善。红毛一听就知道我没在开玩笑，连忙收了枪，夺路而逃。很快，我们将附近妖兽都处理干净，委托顺利完成。我和苏瑶都收到了一笔可观的报酬。镇长为了感谢我们，还特地在镇上为我们专门举办了答谢宴。晚饭后，他把我们带到了一处隐秘之所，又倾诉起了这个小镇的秘密。原来这座城镇曾是上古某位大能仙士的地方，只是时过境迁，小镇竟意外形成了个诅咒。此地风水自成一气，会不断吸取人体的先天灵气，而到达一定程度后，就会让这片小镇与大地分离，飞向上界。这应该就是以前的人搞出来的邪门飞升法子吧？我心里暗暗想着，靠这种方法去到上界，跟正经修炼飞升完全是两回事。虽然到时候小镇就自动归为仙族领地了，但城中居住的百姓恐怕无法在上界立足。干这事的大能当真害人不浅。镇长请求我们帮忙寻找解咒之法，可我不想做决定，就让苏瑶看着办。经过一番讨论，我们还是决定相信镇长的话，当做好事攒功德。片刻后，我和苏瑶都回了房间。事情本该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转变，可凌晨时分却忽然传来噩耗，镇长竟不知何原因意外变成了魔纹兽。我顿时就想起了几年前许杰的事，当时就是灭仙门制作了一种秘药，说是人类喝了没事，仙族喝了却会变成魔纹兽。此情此景与当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原来镇长竟是仙族吗？我来不及思考更多细节，对面屋顶就传来狞笑。原来给镇长下药的是他身边的侍从，他的女儿就是被仙族杀掉的，所以他做这些完全是出于私人恩怨。所有的仙族都该死。然而这侍从还没开心多久，就被化为魔纹兽的镇长一爪子拍飞了。这时附近的修士都发现了这边魔纹兽的异动，纷纷御剑前来打算支援，我却站了出来，让他们先去疏散小镇百姓，这里就交给我来解决。我让苏瑶在一旁远程辅助，自己则提起剑朝魔纹兽全力冲去，打算来场1对1的单挑。可天边传来一阵巨响，我刚想控制住失控的镇长，一把长枪直直刺穿了魔纹兽的背。
住手！原来是红毛又回来了，他见小镇有异样，就打算回来帮忙。我赶紧按住了红毛接下来的动作，总觉得镇长还能再抢救一下，现在还不是消灭的时候。这时，一个神秘的斗篷人走了出来，自称是灭仙门的门主。他解释这次的事纯粹是那侍从自作主张，灭仙门无意让无辜的百姓受伤，这才决定来现场帮忙消灭魔纹兽。可红毛这个冲动少女根本不信他那套说辞，直直就冲了过去，一枪刺出，二人迅速缠斗在一处。他逃，他追，我也追，我连忙赶了上去，想阻止争斗，可没想到那门主有点东西，竟直接接下了我的一记猛锤。这世上竟还能有人毫发无伤接下我的拳头，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法言语的兴奋。可我清楚现在不是交手的时候，于是大喝一声，按住了暴走的两人。另一边，失去理智的镇长攻进了家门，庆幸的是3个孩子的声音将他短暂唤醒，魔纹兽的意识稍稍淡化。镇长倍感自责，打算自尽，幸亏被我的一抹剑气拦下。镇长气得瞳孔泛红，就这样让我一了百了，不好吗？不急，我还有一个办法想要尝试。我摆了摆手，随后看向灭仙门门主，给个面子，旁边歇会儿。门主乐得顺水推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现在并不想和我交手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。苏瑶和红毛远程吸引镇长的注意力，而我则在远处布下大型辅阵封印镇长。我运转丹田，调整全身状态，准备发动阵法。结束吧。下一秒，万千寒针从天而降，将魔纹兽彻底封印，冻成了个冰雕。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面前这个大型手办如何带走，着实有点让我难办。灭仙门门主看出我的心思，挥了挥手，只见一道白光闪过，刚刚还巨人一般的魔纹兽顿时就变成了单手可以握住的大小。片刻后，门主和红毛便纷纷离开了，他们要去破坏这镇上大能遗留下来的遗迹。按照约定，我也不再阻拦。第二天，我和苏瑶再次启程，一同去往交流的门派。谁知路上镇长身上的冰竟然融化了，他变成了个小兽的形状，但属实让我有些头疼。这玩意儿可爱是可爱，但是要总往我衣服里钻啊！显然下山历练的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这天我正在斩杀一只妖兽，可刚准备动手，却被一个紫毛抢先了。去了红毛又来紫毛，真是够了。谁抢我人头？我环顾四周，一个美女冲到我面前，霎时将我保护了起来。你一个毫无灵气波动的废柴，跑出来送死干什么？快躲我身后！我还想解释，但紧接着一大批妖兽袭来，紫毛无心听我说话，又冲进兽群里战斗起来。嚯，原来他也是个小天才。紫毛竟是个变异双灵根，如今修为已达筑基后期。一道凌厉的剑气划过，地上的妖兽便躺成一片，见空中还有几只高阶的鸟兽盘桓。我腾空一跃，迈着大长腿就跳到了鸟背上。难得有个漂亮妹子，正是我结交的好机会。我本可以一招解决鸟兽，但这次却特地放水了，一下下把每只鸟踹到地上，再让紫毛补刀，简直配合完美。就这样，所有妖兽都被我们处理得一干二净。这时表妹也赶了过来，紫毛介绍自己名叫许玉，原本一切都好好的，可得知表妹叫苏瑶后，许玉整个人剧烈颤抖起来。你是剑宗第一天才苏笑的妹妹。表妹好奇许玉怎么认识哥哥，可许玉却反倒支支吾吾，只是见过几次罢了。话音未落，忽然又有几个修士走了过来，原来是为了感谢我们除妖，想送我们一些零食。表妹刚要激动起来，然而领头的修士却厉声道：这零食没有许玉的份，我们不欢迎背叛者。原来许玉就是许杰的妹妹。虽然许杰也曾是修仙界年轻一代的翘楚，但自从他叛逃，现在许家人都是人人喊打的存在。表妹听了却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先不论事情真假，至少许玉是无辜的啊。苏瑶还在打抱不平，没想到又来了一对男女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表哥苏笑。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，都赶在一起了。我已经有几年没见过苏笑了，如今他也成了那门首席大弟子，和我这外门弟子云泥之别。表妹一个猛扑就跳到苏笑怀里，他还在撒娇，苏笑的视线却转移到我身上。少天啊，真是漂亮呢。他那脸红心动的表情，让我不仅生出了人生一大错觉，苏笑该不会喜欢我吧？哦呀，真稀奇，铁树也要开花了呢。我的遐想被一旁的猫儿女打断了。猫女名叫檀溪，不同于妖魔，她是灵兽修炼化形成人，这是苏笑这个级别弟子的特殊伙伴，是极为稀有的存在。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餐馆，得知我怀里的是隔壁城镇的镇长，却是个隐藏的仙族后，许玉有些好奇，没想到仙族能变成魔纹兽的传说是真的呢。紧接着他便讲起最近江湖上的新传闻，明明最近不是界门松动的时期，可边境一带却时常有妖魔作祟，非常奇怪。苏笑表示自己知道一些内幕，听说是界门沉睡的魔主要复苏，因此最近频繁传出异动。檀溪立刻接话，说自己几十年前亲眼看过魔主降世时的情景，那场面可怕至极。可我的关注点却不在这。几十年，我下意识嘀咕着，檀溪却笑着解释，其实我已经是个老婆婆喽。我眉头一挑，默默在心里补充，那这么说我也算老爷爷了。不过这什么破魔主敢跟我这个上任魔尊抢称号，还不如让我来对付。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但是魔主复苏这件事我们不能不管吧。就在我的战斗魂又要熊熊燃起时，好在苏笑过来喊走了檀溪，他们还有任务在身，不能停留，只能遗憾道别。这倒便宜了我和表妹，可以借他们的仙鹤赶路。告别表哥一行人后没多久，我和苏瑶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流光宗。今天正好赶上1年1度的入宗仪式，热闹非凡。更值得开心的是，在交流的修士中，我还看到了许玉。只要我们在此地待上1年，之后去哪都是这片大陆备受瞩目的高级修士。正当我喜滋滋畅想时，流光宗宗主走了过来，看样子是打算给我们这些新来的交换生先立个下马威，来一场抗压测试。我定睛一看，那宗主神隐内敛，看着平平无奇，可实际却是化神期高手，好厉害！我心里感慨着，宗
宗主却已轻轻拍手，宣布测试训练正式开始。地面上瞬间升起一个圆台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一股强大的威压便压得每个人跪倒在地。当然，除我之外，这是高级修士对低级修士的天然压制。然而事情还没结束，下一秒又有3只巨大的妖狼从身后小树林里跑了出来。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见面礼，好好享用啊！